何将军，令郎起病急剧，症状凶险，恕老夫无能。老女儿啊，夫儿，我的人白等着为你的心，夫儿，你谢谢夫儿。如来妈，夫人。夫人，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对劲，我小时候见过死人，人刚走的时候四肢柔软易屈，怎么他？师傅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接你了，快上车！哦，这儿，小心小心，快上快上！哎，上车，快点，慢点，这边，快点！啊，人呢？快回去告诉老爷。婴儿这么跑了出来，只怕是不合规矩。不合规矩，回头我去贺府请罪。贺家的人都说了，要让婴儿偿命，他不跑，难道等着贺家的人来逼死他吗？贺某是个粗人，不会讲话，但我知道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一命还一命。永忠兄，斯人已逝，何苦来哉？梁大人，梁大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太子既然晚辈调解此事，今日说不得，必须得罪其中一位了。邱大人，你家女儿可惜，贺家公子难道就该白白客死不成？梁大人果然明鉴。梁大人，邱某此事不敢多辩，但求饶小女一命吧。她今年残疾逃离，说起来都是做父母的错。梁大人的话已经很明白，邱兄今日就把邱嫣送还贺府吧。何老伯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邱家想退婚，自然有失体统，可是让邱家女儿殉葬，也的确不妥。梁大人的意思是，凡事各退一步，方是中庸之道。不让邱家女儿去静云庵出家守戒，替贺峰吃斋念佛，也算为贺峰积福了。这也太便宜邱嫣了啊！女子为夫寻结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就是闹到圣上面前，那我也是有理啊。贺老伯，常言道，穷寇莫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你要为同朝为官，都是圣上的左膀右臂，这样闹起来，圣上忧心，晚辈有负太子殿下的重托。永忠兄，谢梁大人。贺老伯，失礼了。父亲，非去不可吗？莲儿，这是我们求到最好的结果了，总算是保住了你的命。你但凡还有点做子女的本分，你就不该再为难我和你的母亲了。父亲，我要入宫。入宫？对，我要入宫做宫女，考女官。我朝内廷设定6局24司衙门，您说过，那边专招
能写会算、没有丈夫的女子入宫做女官。再过几日，就是贵妃娘娘的生辰。上个月，她便传谕受邀许多金官家眷，母亲便受邀其中。只要母亲愿意带我去，我便有办法让贵妃娘娘赏识于我。请娘娘安。你们都坐下吧。谢娘娘。前些日子我问圣上，您都跟谁一起管理朝政啊？圣上跟我说，3省6部的爱卿治理朝政，翰林草拟文稿，你们都是他们的家人。借着今天的生辰，本宫也想见见大家。自古以来，妻子侍奉丈夫，哪能只是管好他们的饭食衣裳而已？本宫朝夕侍奉圣上，唯以百姓的生计为念。希望你们回去之后，也能鼓励自己的丈夫，多多为朝廷尽忠才是。谨记娘娘教诲。韩氏献礼。聂娘娘喜欢范宽的《雪景寒林图》，臣妇便将此图制成罗钿屏风，可摆于案几赏玩。听闻邱家是清流之家，送的礼物都这么清雅，本宫很是喜欢。娘娘赏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小女秋烟素来仰慕娘娘，听说我要带她来给娘娘恭贺千秋，连夜赶制了一份宝礼，聊表心意，望娘娘莫怪。那是什么呢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弄娘娘！邱家真是昏了头，端着块破石头就敢进宫。秋烟，你送的这份礼物有什么深意吗？这是我心目中的贵妃娘娘。大胆，以下犯上。娘娘，小女无知。你把话说完。我自幼听母亲讲述娘娘的生平事迹，听闻此次入宫，我寻遍京郊，终于找到我心目中最符合娘娘的奇石。娘娘女训中所言，肤薄素养性，奢靡乏德。我想娘娘的外表一定如此石，端庄质朴。又闻娘娘女训言，夫坚口内羞，重诺无尤，正如此时的内里，沉静寡言。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，便犹如此时默默承受天宫的暴风和骤雨。真是个伶俐的小丫头。那我该赏你些什么呢？娘娘，要赏就赏臣女一个心愿吧。臣女的父亲深受皇恩，臣女想要进宫服侍，替父亲尽忠。那你是想跟着本宫？但凭娘娘才夺，
若能跟着娘娘身边学些学问和知识，臣女此生无害。你回去候旨吧。谢娘娘。谢娘娘。周氏献礼。无缘无故，那副绣卷绝不可能不翼而飞。母亲，只怕宫中有人与贺家交好，故意藏起来的。宫里人多也杂，回去再说。这家的礼为什么是2份？这是工部侍郎邱仪夫人韩氏所备之礼，旁边这个是邱仪的长女邱嫣所备之礼。邱嫣，是否是贺老将军那位要出嫁的儿媳？邱仪的长女，应该没错。看起来，这正面绣的是上元灯节那天，娘娘陪圣上登高远望的画面。这背面绣的是娘娘编撰的女训。以绣代笔，绣完这幅女训，是想显示自己既通文墨，又会针线。城墙巷路疏密有致，显然是位工匠法。难得他的一份礼物，却把女官要考的本事都放在了上面，真是一副七巧玲珑心啊！看来今日这份礼物得拔得头筹了。梁毅，你与邱家那个叫邱嫣的姑娘，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把人家的礼物换成一块石头呢？娘娘早就看出来了。可怜那个小姑娘，吓得，可她还能掰出这么一套花来，也真够难为她的。回娘娘，臣此举是有原因的。贵妃娘口谕，邱家人听了。娘娘说，邱家二姑娘是个聪颖机敏的孩子，更难得是见识广博、志向远大。但有几句话，希望邱嫣记住：女人为夫守节，就如男人为主殉国，这是妇道，更是天道。赏邱嫣松云百操牌匾1块，望日后时时谨记，日日免之，为夫守节，为族增光。民女邱嫣谨遵贵妃娘娘教导。谢贵妃娘娘，谢梁大人。邱老太太、邱大人，先告辞了。娘娘赐匾是难得的恩典，吩咐下去，开3天宴席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我们邱家体面着呢，我们邱家的女孩子也体面着呢。是母亲。好了，好高兴！哎，邱家扬眉吐气，那可不啊！
秋妍有话要问梁大人。杨门老爷，杨门老爷，救命啊！我爹死了，我后娘要将我卖给人牙子。是你啊？那是你是从破府出逃吧？果然撒谎成性。那梁大人在贵妃娘娘的宴会上，把我的礼物换成了石头，又可称得上是光明磊落？哦，你有何证据？没有。那你也来敢揭问我？调换贵妃娘娘的礼物是大不敬之罪，寻常工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。只有明知娘娘不会责罚，才有恃无恐。听闻梁大人的母亲景夫人曾是贵妃娘娘的贴身侍女，与娘娘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当日在后宫检验进献之物的，凑巧又是大人。我为什么这么做？秋妍出家一事是由梁大人出面调停。秋妍想要进宫，便扰乱了梁大人的处置，梁大人无法跟贺家交代，所以想给秋妍一点教训。宋锦，你们先出去。我是换了你的贺礼，只是理由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我只是单纯的看不惯你，我保你一命，你就该安分守己。为了躲避出家后的简朴日子，自作聪明，妄图靠一张如簧巧舌迷惑娘娘为你撑腰。你真以为自己聪明到可以骗过所有人吗？梁大人，你以为出家的日子就只是清贫而已吗？你可曾亲自去静云庵看过一眼？你知道他们每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静云庵的姑子个个形容枯槁，常常不及30而亡。秋妍从未想要欺骗过贵妃娘娘，可你让我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出家守寡，这不公平。照你这么说，静云庵里的尼姑人都不公平了？正是，人人都说我克死了丈夫，我理应为他去死。可我敢问梁大人一句：男子克妻又应当如何？男人死了妻子，若不赶着续弦，都是无后的大不孝。同样的事情，就因男女有别，结局就大不相同。可凭什么女子就如浮萍般轻贱？你说的也许没错，但你可知深宫之中伴君如虎，每个人生死都在圣上一念之间，甚至比不上浮萍。出家当个姑子，至少还能平安过活。进了宫，我就是日日爆火卧薪，提心吊胆，那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臣服得意，全凭我个人本事，总好过在青灯古佛面前白白葬送了这一辈子。现在这种口不择言的性子，只怕进宫3日就会化骨成灰，去滋养御花园的牡丹了，明白吗？哦，送你一句话：夺得良率，只有先强大自己，才能改变规则。爷，今天清府的宴会好热闹啊！哎爷，爷，那边那么热闹，他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此泥变捐，以增挠息。
鸾鸟宣祝而翔飞。你不回家，还有别的地方去吗？天大地大，去哪都行。你有钱吗？你识字吗？可会算数记账？想要离开家，就要学会立足的本事，知道吗？这上面的字我都认得了，却还是逃不出去。你说，他是不是个骗子？这是哪房的丫头呀？竟然在这偷酒喝！哪儿来的浪荡子不在前厅待着，跑到这里来？赶紧把酒放下，不然我嚷了。可不敢嚷啊！要是把那边人嚷过来，看到这一屋子酒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把酒还给我们。好，我给你。哎，好姐姐，给我们，亲口给你啊！在这儿，给我把手。孟兄，哎，到处都找不见你，原来是在这儿啊！我出来吹吹风啊！方才酒桌上孟兄百般推脱，原来是怕喝不过人，躲起来了。谁说的？哎，琪琪，你看，这邱家的丫头有趣的很呐，一起玩玩啊！飞雪，孟子，快去前面说一声，就说孟兄喝不过人，有了温柔乡，已经认输了。哎，谁说的？我喝酒我擅长啊！你下边有你给我等着啊！走。我跟你说，喝酒我就没怕过谁，是不是？小心才见。二位姑娘，方才那人是永义伯爵府的公子，名叫孟玉，为人轻薄惯了。二位姑娘没有受惊吧？你若是不出现，受惊的就是他了。你又是何人？在下英国公府秦轩，因前厅喧嚣，故到此躲躲清静，想不到竟冲撞了二位姑娘。敢问姑娘芳名？这是我家姑娘，府上邱二小姐。原来是表妹。我怎不知有你这样一个表哥？你们府上的大太太蒋氏是我亲姨妈，她女儿秋梅，我叫一声梅表姐。你比秋梅小，自然就是表妹了。根本就没什么血缘关系。2个月前，我们家才从苏州搬到这里，算起来，我与姨妈表姐也有5、6年未见了。你不知道我很正常，我却认识你。你认识我？前厅的酒席就是为了娘娘赐匾而摆，表妹的事迹自然有所耳闻。你耳闻什么？都说表妹虽是如花的年纪，却难得有情有义，节烈孝义，令人感佩。你不如为我做点事儿，比感佩2字来的实在。但凭驱使。我一人喝酒无趣，陪我把这些酒都喝光。来。后悔我家啊！表妹，你看这宾客都散得差不多了，你也不要再喝了吧。我以后去了尼姑庵，就再也喝不到酒。今日，我要把这辈子的酒都喝了。我知表妹你满腹心事，可是我有什么心事？都不用殉葬了，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我就是在想，一个女子若不想为了丈夫、父兄、儿女而活，只想为了自己活一遭，是很大逆不道的罪过吗？要我说，这世间万物无非就是阴阳男女，不由得选。圣人却云：夫为妻纲，又云：夫有再娶之意，妇无2世之文，平白分出等级。可见这圣贤书也是误人子弟。你看，刚
刚才的前厅多热闹，牺牲掉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儿，换来娘娘赐匾，迎来天大的体面。这人落到谁家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吧。表妹出家前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或许我可以为你奔走一二。好啊，那你就亲我一下吧。什么？我都未曾知道与男子亲近是何滋味，就要出家守寡，我干嘛要白白担了这个虚名？这怎么不敢吗？哎，表妹，这个万万使不得，此事事关你的清誉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用老管我叫什么表妹表妹，活像个唱戏的。你就叫我秋嫣，嫣然的嫣。秋嫣。嫣然一笑百花池，好名字。我原来其实是叫崔嫣的嫣。当初姨娘把我生下来的时候，发现是个女儿，就不愿养了，就把我扔在了柴房里，自生自灭。可谁知我饿了3天，我都没有饿死。姨娘就觉得是天意躲不过，就随口取了个嫣字。后来入府，太太觉得嫣字不吉利，这才改了名。王右常有云：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就算是一缕孤烟，也终有直上青云之时。只要不放弃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。你这话还真是中听。冲着你这句话，来，我再跟你喝一杯。那我既不能替表妹分忧，那便陪君一醉方休。干了！清代，这些你拿去吧。我跟太太求个恩典，把你放出去。姑娘不要我了，你傻呀！我去当尼姑你也跟着？我不怕做姑子，姑娘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胡说！你要再不听话，我就让母亲把你给卖了。嫣儿。听说进元安生活艰难，这些银子你带着。多谢姨娘，银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屋里的陈设，你要是喜欢什么，拿去便是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来送你，难道是为了这些东西吗？东角门没上锁，门外
有一辆蓝布马车，他因私德方丈与我相熟，你就去那里暂避一段时间再做打算。只是一些饮料和衣物，清代一定要替姑娘收好。是，母亲，你要我走？过2天就要送你去贺府了，到时想走就来不及了。可是我要走了，你怎么跟父亲和老太太交代？放心吧，老太太很疼我的。快走吧，被别人看到就来不及了。母亲，快走。母亲。你还那么小，疼了就要知道喊疼。我要读书。你喜欢看书，以后想看什么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快进来。快走吧，燕儿，快走，快走，母亲，走，走吧，我走。快走，快走吧。二姐姐，你要去哪？母亲让我去西市买些东西，带去贺家孝顺公婆。那为何不用家里的车？家里的车扒了缝，拿去修了。姐姐，你说谎总是能面不改色心不跳。我要是没撞见你与母亲说话，便又被你骗过去了。事发突然，来不及细说。等日后风头过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风头过去，你要是走了，贺家一定会来邱家要人，那时候家无宁日，哪会有风头过去的一天啊？你是想让我留下来？我比任何人都想让你离开邱家，离开我母亲。可你现在走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母亲怎么办？她那么疼你，为了你的事情殚精竭虑。你要退婚，她帮你争取；你要进宫，她帮你筹谋。如今放你逃走，又要替你收拾烂局。而你可有半点考虑过我母亲，考虑过邱家？我知道你觉得我自私，你从小就这么觉得。你要恨便恨吧。姐姐，我不恨你，替我照顾好父亲母亲。姑娘，我们终于出城了。在心里想象过无数次，就像今天这样，背对着家的方向，一次也不回头，到远方去，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。不为姨娘，不为父亲，不为任何人，余生只为我自己。可是敏儿，你为什么不恨我呢？
我已经决定做这天底下最自私、最无情无义的人了，你应该恨我的。哭，你就知道哭。你倒是说，秋烟到底去哪儿了？老爷，老祖宗，我确实不知情啊。那还不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私自逃逸，置家族而不顾。我看你们母女俩简直就是我们邱家的灾星。这嫣儿日日跟着太太，从来不与我亲近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呀。姨娘，你这话是在怪罪母亲吗？是我管家不严，请母亲放过柳姨娘，责罚我吧。责罚你有什么用？贺家纠缠暂且不论，忤逆懿旨是要治罪的。老太太，二爷，贺府来人送帖，说二姑娘已经平安到达贺府了。风儿亡故，你不敢守节，怎么现在突然悔悟了？贵妃娘娘又是传口谕，又是赐牌匾，恩威并施，秋烟不敢冥顽不化。既如此，为何独自回来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秋烟羞于再累及父母。哼，就你那个爹，他可没少得罪我。都怪我贪恋红尘，不识大体，连累了父母和家人。二老想要秋烟做什么，秋烟都不敢不从，唯愿贺府与邱府能够尽弃前嫌，重归于好。老爷，他既然有心弥补，不如就暂且让他先住下，等凤儿出殡后，我亲自送他上静云庵。谢公婆大恩。春信，伺候好少夫人，千万不要怠慢了。是。少夫人，这边请吧。米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嫣儿出府前，你是不是见过她？我确实挽留过姐姐，可我也没想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知道静云庵是什么地方？那进去了可就是一辈子。那如果今日姐姐没去贺府，母亲打算如何收场？我的事情不用你小孩子管。母亲可曾想过，姐姐若真远走高飞，我会因姐姐名声受累。母亲心里只有姐姐，根本就没我。娘儿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知道，我处处不如姐姐，我没她聪明，没她果敢，更没她能讨母亲欢心。但母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米儿，米儿，为亡人秋烟命格低贱，连累贺郎，万死难辞其咎。秋烟不求贺郎能够原谅，从今日起，便由秋烟为贺郎抄经念佛、守灵诵灵，祝贺郎早登极乐。梁大人，请。丞相，快给梁大人点香。梁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夫人节哀。贺老伯与贺峰的大哥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我前来吊唁，原本是分得应当。
梁大人是看得起我贺某，前来送风儿一程，还不快快给梁大人行礼？见过梁大人。梁大人，贺老伯，晚辈想客居几日，为贺峰守灵，略尽薄心，希望贺老成全。梁大人有心呐，那老夫在这儿替我那薄命的儿谢过了。春杏，快给梁大人安排客房。梁大人。秦公子，里边请。老爷，贺伯伯，贺伯母，小侄来晚了。你父亲英国公已经派人来过了，何劳贤侄又再跑一趟吗？贺伯伯有所不知，我与贺兄曾在宿州同窗半载，互为知己。之前父亲来吊唁时，恰逢我卧病在床，如今大病初愈，便想着一定要来送送贺兄。随我前来。爷，英国公府秦小爷来了。清轩，好久不见。梁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贺老伯这几日悲痛得很，我在这儿陪陪老人家。春杏，把香点上。梁兄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我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和贺峰的交情如此深厚？我也不知道梁兄什么时候跟贺家走得这么近了。秦公子，贺兄，你我二人以诗词相交，本以为还有许多机会向你讨教，未想苏州一别，竟是绝唱。小弟愿效仿俞伯牙、道中子期，从此封笔，不写一诗，不作一词，如犹为此事，如同此笔。贺伯父、贺伯母，我命家中准备了一些宿州风味的吃食，专门带来给贺兄尝尝。贤侄有心呐。多谢。春杏，快摆上。是夫人。这位便是少夫人了吧？秋烟，这是英国公府的秦公子。秦公子有礼。贺伯伯，小侄今晚想为贺兄守灵一夜，还望贺伯伯成全。秦兄高义，今晚我也在灵堂守夜，不如和你作伴。梁大人白天就在灵堂里静心，晚上还要操劳守灵，这样我公公婆婆如何过意得去啊？是啊，老夫心意领了，只是梁大人还要掌管劈柴处的事情，万不可为了犬子累坏了身体啊。是啊。何妨？老实说，我和秦轩是少时晚伴，只许久不见。今晚正好和秦轩叙叙旧。今日是回魂之夜，梁大人实在不宜在灵堂守灵。少夫人今晚似乎很不想见到梁母，莫非少夫人有什么事
不必两某之情。这话我本不该说，为了贺郎，只能得罪了。世人都知道梁大人执掌劈柴处，听人说那里森严肃杀，冤魂孤鬼不少，只怕梁大人在此，贺郎的魂灵不敢回家，还望大人谅解。老爷，这神鬼大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这贺老伯，贺夫人，少夫人言之有理。秦兄，今晚辛苦你了。那梁大人，客房歇息。佩雪，你有没有听到猫叫？不好，这哪来的野猫？黑猫是大不祥，快把它赶出去！来人，抓猫！把它往那边撤！那哪去？这又来一只！来，这边！这边又来一只！好猫呀！在那儿呢！这边又来一只！这边又来一只！过来共产，当心后别！往那边去了！快追！又跑到共产上了！怎么办呀？都是供给贺郎的！快，再补一份，否则对贺郎是大不祥！快点啊，快去通知厨房！你去啊，我又不知道厨房怎么走，还愣着干嘛？快点！那边，我后面了！那儿还有，跑出去了！快抓住！那边，快抓住！别跑！你以后真的不再写诗作词了吗？我不那么说，如何能打动贺老将军？爷，有人说想要见你，说是爷的酒友。酒友？我此去贺家本是无奈之举，但我也想要借此机会解开萦绕我心头的疑惑：贺峰究竟是为何而死？贺峰？他不是被你被我克死的？难道你也是这样认为吗？秋言虽出身低微，但我不信我的存在会使一个7尺男儿生生吐血而死。那就是贺峰其实身患恶疾，但是贺家一直隐瞒。我父母也这样怀疑，只是没有证据，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你去贺家是想找到证据？眼下情势比人强，可只要我还活一日，还有一口气在，便不会放弃。他们想让我乖乖顺从，除非我死了。秋烟姑娘百折不挠，令人感佩。不知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从凤京府的仵作手里花高价买来的。这2日我一直泡在他们那里，偷听偷学如何开棺验尸。待会儿就看我的了。先说好啊，你可不用谢我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既然说了要帮你，就一定会帮你到底。时间有限，赶紧开始吧。
告诉老爷夫人，少爷回魂了。啊，是。好戏终于开场了。爷，什么意思啊？榆木脑袋，你带着。爷，杨姑娘，梁大夫这边来了，青太跟丫鬟也过来了。我去拦住梁毅，你跟贝雪收拾这些，快快！收拾一下啊！好。多谢梁大人出手相救。我说你又搞什么名堂啊？我刚才心里难受，头脑发昏，我就想着来这吹吹风，谁知越吹我脑袋越昏，险些跌入湖中。幸好梁大人及时出现。我说你还真是豁得出去啊！梁大人这话，秋烟没听明白。大人还是赶紧去换身衣服吧。你要是着凉了，我这可真……不用了。我听闻灵堂吵闹，我现在还是去灵堂吧。哎，大人，您煞气太重，不宜深夜去灵堂。煞气！现在就你我二人，你还拿这套说辞来骗人。刚才你假意落水，将我拉入池中，是故意拖延时间，是吗？野猫一出现，这灵前的蜡烛登时就灭了。少夫人怕惊扰到贺兄，便命人驱赶。幸亏贺兄福祉深厚，加上少夫人这几日日日抄经，这些野猫未从作祟，便四散逃走了。贺老伯，梁大人，夫人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梁大人，少夫人，你为何浑身湿漉漉的？我刚才头晕发昏，想到池边去透透气，险些跌入池中，还将来拽住我的梁大人也拖入水中，幸好水浅，梁大人无碍。夫人，你看梁大人都湿透了。哎呀，快带梁大人下去更衣。这梁大人千金贵体的，怎么能为咱们贺家的媳妇有什么闪失啊？快！是夫人。先告辞。秋烟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下去更衣。是。是你自己交代呢，还是我来问你？梁大人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昨晚你和秦轩偷偷开了贺凤的棺材吧？无稽之谈。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。我想要找到凭据很简单，只要下令开棺，看有没有验尸的痕迹便知了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说什么煞气啊？支开我，必是想在灵堂作怪。我好意答应，就是想抓你现行。不过仓促间，贺峰的棺材还是留下了挪动的痕迹。还将来拽住我的梁大人也拖入水中，幸好水浅，梁大人无碍。夫人，你看梁大人都湿透了。梁大人既然如此笃定自己的判断，大可以直接告发秋妍，为何选择私下跟我见面？和你说话就这点好的费劲，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开棺之后发现了什么。我说了，
梁大人会替我保守秘密吗？也许吧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没有选择。如果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将开棺之事告诉霍老将军。贺峰不是死于恶疾，更不是被我克死的，而是死于毒杀。贺老将军与贺夫人明明知道内情，却还是拿我当幌子，隐藏家丑。凶手是谁啊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我在贺峰的手里发现了这个。他左手好像握着什么东西，成精以内，他左手就一直握着拳。我帮你，掰不开，快！铜钱，而且只有半枚。这是男女之间定情信物，应该还有另外一半，就可以凑成一枚完整的铜钱。这么说来，贺峰在迎娶我之前早就心有别墅。程心之他手里虽牵着红绸，握着的却是和别人的定情信物。我看你真是全天下最可悲的新娘了。不，我该高兴才对。贺峰有秘密情人，这也是个线索。可是我对贺峰的过往一点都不了解，我该从何查起呢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从贺峰的贴身丫鬟问起。有道理啊。关键是在证据，否则任何的怀疑啊，也是纸上谈兵。有证据又如何？只要你把证据摆在我面前啊，我就还你公道。你为何突然要帮我？照你说的，贺峰是死于毒杀，而贺老将军啊，却隐瞒真相。那么他不仅是利用了你，也愚弄了我，更是愚弄了太子和圣上。还有一点，我去静云庵看过了。去了之后，我才明白“静云庵”这3个字，对一个女子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所以当初让你去静安出家，确实是我想的不周，我也不应该换掉你给郭贵妃的礼物。所以，我想弥补自己的过错。我在贺府啊，的确是太明显了，不便插手。你能不能找到证据，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，就看你自己造化了。你要见风儿的贴身丫鬟？儿媳无缘与贺郎相熟相知，心中抱憾，因此想借丫鬟之口多了解一些贺郎的过往故事，以后去了庙里面也好时时缅怀。这恐怕我没法答应你。你有所不知，风儿的贴身丫鬟叫月莹，他俩从小一起长大。如今风儿亡故，那孩子便要为风儿殉葬。唉，可怜他一片忠心，我们也不忍拒绝。他请求在风儿出殡前独住后院，不见外人。这就连我们也不便去打扰他。月莹姑娘真是情深意重，可否让我……少夫人，来请安便好好请安，夫人发了话的事儿便不要再提。秋烟啊，你近日就只管好好抄经，安心为风儿祈福，其他的事情啊，就不必过问了。是。少鬼哭狼嚎的，还当自己是富小姐呢，让夫人听见了再打一顿。姑娘，
看样子轻易进不去呢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忠心殉主的奴婢，主家通常会好生供养，更有甚者会认作干女儿抬为主子。怎么贺家反而像看押犯人一般？夫人您瞧，自今日请安后，少夫人便一直鬼鬼祟祟的。夫人说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月英姑娘。少夫人这是公然违抗老爷和夫人的意思。秋烟，对于我们家的事，你有些过分好奇了吧？夫人您误会了，儿媳这几日苦思贺郎生平，想着去贺郎的书房看看，谁知竟迷了路。你骗人！你要去书房，为何不问我？明明是你对我家姑娘大呼小叫，我们不敢招惹你，这也有错。清代，不许对春杏姐姐无礼。都是儿媳的错，是儿媳思念贺郎，还望夫人能够容许，让儿媳到贺郎的书房里挑选1、2件遗物带去静云庵。漫漫长日，儿媳独入私人，与贺郎也不算枉为夫妻。这边是我家公子的书房，少夫人请吧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唐朝诗人白乐天写的《长恨歌》，讲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。长恨？恨什么？少夫人，我家公子的字画还要修订成册，以寄哀思，不能带走。这镇尺十分别致，想必是贺郎的常用之物吧？嗯。这把镇尺刀，这是老爷送给公子的，少夫人要拿走，恐怕还要先禀过老爷才是。这枚印章是黄天石的，价值连城，公子爱如珍宝，恐怕少夫人也不便带走。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谁是主子，谁是奴婢？春杏姐姐虽跟在夫人身边，对贺郎的事情倒也十分了解啊。夫人和公子都是奴婢的主子，主子的事情，奴婢自然都要了解。这方砚台不是什么名贵的材质，我每日抄经刚好能用到。还是说春杏姐姐又有什么理由要把它给留下？行了，砚台就砚台吧，不用再挑了，早点回去抄经要紧。谢谢太太。春杏，好生伺候少夫人。是。我一定好好伺候少夫人。春杏姐姐，没墨了，可否取些来？要取你去，夫人要我来服侍少夫人的，可不是来伺候你的。少夫人整日抄的是哪本经文呢？地藏本愿经大人。今日在贺峰书房查得贺峰曾手抄《长恨歌》，所猜不错，贺峰的确另有所爱。
侯爷和少夫人喝口热茶再聊吧。多谢春心姐姐。我不喝六安茶，还得劳烦姑娘办盏峨眉白雅。可是春心姐姐不愿劳动，那还是我去吧。梁大人是客人，可不能怠慢了。我去。少夫人就在灵堂，需要离开。侯爷稍等。贺峰所爱何人？贺峰的贴身婢女月莹可疑。贺家称月莹意欲殉主，但据我观察，月莹绝非自愿。月莹显然是知道内情，但被严加看管，外人无法近身。那你想一想，贺峰所爱何人？何人有动机，又有机会给贺峰下毒呢？你是想说，两个答案可能是同一人？满足两个条件的，只有可能是月莹。是了，贺夫人说过，月莹与贺峰一起长大，两人极有可能日久生情，进而私定终身。可贺峰因父母之命不得不娶我，月莹就心怀怨恨，在婚礼当日毒杀了贺峰。贺家父母知道内情，所以就强迫月莹为贺峰殉葬，又不想要家丑外扬，就说是被我克死的。梁大人，这样想来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但你说的这些，不过是你口口无凭的猜测而已。是，看来我还非得会这个月莹不可。若贺家有意隐藏这个婢女，只怕你没那么容易见到她。的确，我跟贺家父母提过一回，他们断然拒绝。看来，想要见到这个月莹，得找一个不会拒绝我的人才行。那你在说我吗？梁大人放心，这等小事儿，秋妍不敢劳烦您。我已经找到人选了。你们贺家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，主子的饭食还不如奴婢的。你还当这里是邱府呢？你们姑娘现在是我们贺家的媳妇儿，贺府规矩，做媳妇儿的就得吃这个。晚饭吃了整整2个时辰，饭菜都是凉的，这也是你们贺府对主子的规矩。你们算哪门子主人？一来就克死了我家公子，身为正妻苟且偷生，不说害臊，还拿主子款儿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你欺人太甚！是，那又怎样？我就是在给你气受。你要是不想给你家主子惹麻烦，就乖乖给我忍着。你打我！我在贺府10多年，连夫人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你3番5次的挑衅我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你要欺负我的人，你就是自己找打。我要告夫人去！你别走，你让他去。我倒要看看贺府的少夫人打个奴婢，按照贺府的规矩，要挨多少板子。秋妍，你别以为可以拿规矩压我，明里不能把你怎么着，暗地里还收拾不了你。我若是要在贺府当个长远媳妇，你说这话，我还真会怕上个3分。只可惜等贺峰一出殡，我便不在贺府。想要暗地里收拾，来静云庵找我呀。秋妍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就这么一样东西让你管着，你也能给我弄丢了？姑娘，我已经满院子找了好几遍了，都没有寻见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落在哪儿了。这要是我的东西也就算了，可那方砚台是贺郎的遗物，如今丢了，你让我如何跟二老交代？这要计较起来，这是对亡夫的大不敬。
们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抓你个人赃俱获呀！贺峰的砚台是你偷走的吧？少夫人自己丢了公子遗物，没法向老爷夫人交代，便狗急跳墙，想要栽赃。你说我偷了砚台，那你叫人来搜啊！你自然不敢把砚台藏在屋里。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，刚才放在这席子底下的，就是这砚台的当票。没用的，当票可以销毁，可是当铺的伙计总不能被你灭口吧？把那伙计叫过来当面对质，就可知道这砚台在不在人家的当铺里。我没想偷东西换钱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打了你一个耳光，你想陷我一个不敬夫家的罪名，给自己出口恶气。昨晚你故意激怒我，你算计我，还不是太蠢。当然啦，你大可以把这个砚台随意丢到府外的某一个地方，让人再也找不到。只是你喜欢贺峰，当然舍不得将贺峰的物品随意丢弃，所以这当铺便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日后我出家，你就可以将贺峰的遗物悄悄赎回，据为己有。你怎么知道我对我家公子？是你自己做的太明显了。自从你来服侍我，我便察觉你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敌意，加上在书房，你对贺峰的每件物品来历都一清二楚，心思态度都挂在脸上，搞得我如果不利用公子的遗物引你上钩，都对不起你的这份痴情。老爷和夫人为什么偏要让公子娶你？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我与贺峰只见过一面，压根儿未曾爱过。我不愿为他殉葬，心中并无半分愧疚，更谈不上羞耻。你自以为你很爱他，可你又为他做了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冷酷的女人。